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BP 评科技，我是 BPW。今天又是一个隆重的时刻啦，没错，我们今天拿到了 iPhone 16全系列的原型机。对，那除了 iPhone 16全系列的原型机之外呢，那我也在淘宝上面下定了 iPhone 16全系列的手机壳，这样子才可以确保外观是真的正确的。对，那这个卖家也非常好心，我明明只下定了4个，结果他居然寄给我8个。所以观众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就可以在底下留言你想要哪一款的手机壳，那我们会抽出4位幸运的得奖者，那到时候会再把手机壳寄送给大家。那今天这部影片呢，我们就会针对我们手上拿到的原型机以及手机壳，我们就要来告诉大家这次 iPhone 16全系列外观内部的改变，以及全新的晶片还有相机的改变。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影片从头看到尾哦。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进行模型机的开箱。那这次的厂商呢是把手机保护的非常的好，你看它都把它全部贴膜贴起来，所以我们就一一把这个膜撕掉。而且它甚至连后面的镜头它也都全部都贴膜了，对，所以这次模型机它真的保护的非常好，而且它做的也真的是非常的逼真。好，那我们已经把所有手机都拆封完成了，那接着我们就开始来一一介绍吧。好，那首先我们就先来介绍这一次的 iPhone 16以及 iPhone 16 Plus 有哪些更新。好，那第一个我们首先从外观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发现镜头的排列它变成垂直了，它就是用了主镜头以及超广角镜头，然后去结合成这种3D 立体的影片。在 iPhone 16如果也要支援 Vision Pro 的话，它也必须做成这样的排列。那我觉得这个排列起来，你看，我觉得比之前 iPhone 15的这个镜头排列看起来真的是舒服多了，就回到以前 iPhone 12的那个样子。对，那顺道一提，我觉得这一次这个粉红色颜色其实也蛮好看的，我镜头放近一点给大家看。对，这个粉红色它没有像之前上一代 iPhone 15的粉红色那么浅，它是再深一点点。那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好，那再讲到第二个更新的话，就来看到手机的侧面。对，我们在侧面的地方，我们除了一般的锁定按钮之外，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边看起来也有一个按钮？对，而且这个按钮它其实是虚拟的，它并不是像锁定按钮，它是一个实体的按钮。对，那据说这个按钮未来的名称就会叫做 Capture Button。对，那这个 Capture Button 它其实有很多作用哦，我们可以透过滑动，然后去调整我们相机的焦距，或是压一半，然后去对焦，然后全部压下去进行拍照的动作。对，所以苹果就是针对这个地方多设计了一个 Haptic Touch 的按钮。对，但不像其他地方是实体的按钮。那我们到另一边就可以发现，左半边也跟 iPhone 15 Pro 系列一样，也新增了 Action Button。对，那这个 Action Button 它大小就是跟 iPhone 15 Pro、15 Pro Max 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对，那我们这边顺便也把我们全新的手机壳拿来装一下。然后你看，我们装上去之后，我们也可以发现，这边手机壳它也的确有留下一个挖孔，对，所以我们更可以确定它这个地方它绝对不是天线啊还是什么，它一定是一个按钮，而且是非实体的按钮。那在 iPhone 16 Plus 也是一样，我们装起来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它的 Capture Button 它的位置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对，然后顺便来讲一下这一次 iPhone 16全系列它的尺寸。那这次其实在长宽的大小是跟 iPhone 15系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其实这样子，如果不管相机模组的话，其实我们这样套下去其实是勉强套得进去的，因为它的长宽是一模一样的，只差在相机这边有稍微的凸出来。我观察这么多年下来，真的发现苹果非常的有趣。如果它的相机模组没有改变的话，它就会透过调整手机的长宽，让你装不进去前一代的壳。但是因为这一代它的相机模组已经不一样了嘛，所以它长宽就索性做的跟 iPhone 15一模一样。对，但是因为相机模组改变，你还是套不进去。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要让你没有办法继续沿用上一代的手机壳。那在唯一差别的地方，长宽都一样。那在唯一的差别就是厚度，对它厚度的话，就是稍微比 iPhone 15来的厚一点点。那从原本的7.8mm 变成8mm。对，厚度有稍微变厚了一点点。好，那在外观最后一个更新的话，是在 MagSafe 的部分。对，那 MagSafe 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子嘛，就是可以直接把它吸上去，然后它就可以进行充电的动作。对，那它这个 MagSafe 的模组也有更新，那它也是从充电原本15瓦速度更新到20瓦速度，所以未来再用 MagSafe 充电就可以变得更加快速。我们讲完外观的更新之后呢，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下晶片。对，那这一次晶片也是非常大的亮点。对，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嘛 ，Apple Intelligence 推出之后。iPhone 15 Pro 以前的用户就非常难过嘛，因为一定要 A17 Pro 以上的晶片才可以支援这次的 Apple Intelligence。
所以这一次 iPhone 16全系列它就不会再采用上一代的 A17晶片，对，那它就会直接从 A17升级到 A18晶片。那原因就是因为 Apple Intelligence 至少需要8GB 的 RAM 嘛，对，所以这次全系列都会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1制成的 A18晶片。那当然 Pro 系列一定就会用 A18 Pro 嘛，它还是要做出一个效能的差别。对，但是至少大家可以确保，不管是 iPhone 16的哪一款，都是可以使用 AI 的功能。那接着是 iPhone 16，我们看不到内部的地方。那这次苹果做的最大的改变，其实是在电池的更新。这次电池的更新，我们从流出的图片可以看到，这次从原本铝合金的外观改成不锈钢的电池。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做更动呢？那原因又是因为欧盟的法规了。欧盟的电池法，它在2023年的时候生效，它希望可以加强手机它的电池回收率，所以它的规范就是从2027年开始，那所有的3C 产品都可以简便的去更换电池。那消费者他也不需要专业的工具就可以去更换。对，但是虽然说这个法规它只仅限欧盟的这个地区，但是毕竟欧洲也是苹果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所以苹果也必须这样子做改动。那就问题来了，那法规是2027年生效，那为什么苹果在今年就要更新电池呢？对，那这个我先前也在影片讲过，因为苹果在贩售手机的策略就是 iPhone 16推出的时候 ，iPhone 15跟 iPhone 14它还是会持续贩售嘛。对，所以如果到2027年才做更改的话，它等于前几代手机就没有办法继续在欧盟里面贩售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 Type C 的法规还是电池的法规，欧盟真的是一直在推动苹果往前进啊，仿佛是一个苹果进步的原动力。对，那也因为更新了这个新的电池呢，那除了好更换之外，那电池它不管是在坚固程度、安全性，它其实也变得更好。因为第一个是不锈钢嘛，不锈钢它一定是变得更坚固，所以它也会变得比较耐摔，比较不容易直接爆裂。那在电池容量的部分也有些微的进步，在 iPhone 16的话是3349毫安时变成3561毫安时。那如果是在 iPhone 16 Plus 的话，它反而是比15 Plus 还要退步哦，从4383变成4006。那 iPhone 16的电池容量是进步了6%，但是 iPhone 16 Plus 是退步了9%。对，但是因为这个全新的电池，它的效能控管其实会变得更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实际的涨幅跟跌幅，其实不能代表它最后实际上的效能。那大家一定很好奇，但是不锈钢一定没有像铝合金散热来的那么好啊，那这样子 iPhone 会不会又像前几年有过热的现象？对，那这边告诉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有2个点。第一个点的话，就是这次 iPhone 全系列应该也会像 iPad Pro 一样加入石墨烯的散热，对，那防止手机过热。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讲到晶片的制程，对，因为我的 iPhone 15 Pro 跟15 Pro Max 它就是使用台积电 N3B 的制程，对，那我觉得那个制程真的还是有一点小小瑕疵，我觉得只是苹果没有告诉大家而已。我觉得即使软体有更新之后，它过热的情况还是比我的 iPhone 14 Pro、iPhone 13 Pro 频繁的出现很多，对，所以这次在全新的 N31制程就可以有效率的改善这个过热的问题。从石墨烯，然后再加上新的晶片制程，那即使它是不锈钢的电池，它还是可以有非常好的散热效果。好，那最后一个 iPhone 16系列更新的部分就来讲到相机模组的部分啦。对，那相机模组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模组的直径相较于 iPhone 15它就变大了一点。对，那原本是15mm，那这边放大到16mm，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合理推测，它就是会继续沿用 iPhone 15 Pro 跟15 Pro Max 的这个镜头，主镜头跟超广角镜头。那这边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次的超广角镜头终于会从1200万画素提升到4800万画素。对，因为大家知道吗？我以往在拍影片的时候只要用到超广角，这个画质真的是非常多的噪点，而且不用到很黑的环境哦，只要像我现在这种一般的环境光源，它就有蛮明显的噪点出现了。对，所以蛮高兴，终于可以把它提升到4800万画素。这次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相机的模组有可能从 Sony 的模组转变成三星的模组，对，居然会直接使用对手模组。那原因是因为去年 Sony 的时程真的是 delay 延迟了太久，所以非常有可能改用三星的相机模组。好，那我们就为 iPhone 16的更新做一个小总结。那其实这次就是除了相机的外观，然后侧面的 Capture Button， 对，那还有相机的画质的更新，其实其他地方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对，那原因就是苹果其实是把重心放在 AI 嘛，所以即使 iPhone 16它不用做太大的更新，但是它光多了 Apple Intelligence 这个功能，就可以足以创造一个很大的换机潮了。所以你看，60赫兹的萤幕在2024年还是继续留在我们 iPhone 16系列，对，所以苹果根本不需要做这些改动，对，那因为它只要做出一个 AI 的差异化，就可以有非常大的买气了，对，所以这个就是 iPhone 16的部分啦。好，那接着讲完 iPhone 16的部分，我们就来讲到我们的 iPhone 16 Pro 以及我们的 iPhone 16 Pro Max。对，那我们第一件事情一样，把手机壳装起来。
好，我们可以发现，现在手机的外观尺寸基本上可以完全确定啊。你看我们的模型机以及我们的手机壳，它已经是100%吻合了。对，那这次 iPhone 16 Pro 跟 Pro Max 系列有什么样的更新呢？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 Capture Button MagSafe 的这个更新，那最大的改变其实是它的荧幕尺寸。我们可以比较一下15 Pro 跟16 Pro，它的长度长了不少。那在16 Pro Max 跟15 Pro Max 也是一样。所以这次的 iPhone 又是创了史上荧幕最大的 iPhone。对，因为这个拉长，那宽度其实没有什么改变，那让原本6.1寸跟6.7寸的荧幕变成6.3寸跟6.9寸。对，所以在 iPhone 16 Pro 跟 iPhone 15 Pro 的部分，它们在厚度的部分是一样。那在高度的部分 ，iPhone 15 Pro 是146.6mm，那在 iPhone 16 Pro 的话，它就是149.6mm，那就是长了3mm 左右。对，那如果是在宽度的部分的话 ，iPhone 15 Pro 原本是70.6mm，那变成iPhone 16 Pro 的71.45mm，它的宽度也稍稍的变宽，对，所以就是从6.1寸变6.3寸。那在重量的部分也因为换了不锈钢电池，所以它的重量就变成从187公克变成194公克，对，但是我觉得才差7公克，其实手感上体验不会差到很多，对，但是拿起来就稍微觉得有一点点变宽的这个感受。那在 iPhone 16 Pro Max 的部分呢，它在厚度的部分也是跟 iPhone 15 Pro Max 一模一样，就是8.25mm。那在高度的话，从原本的159.9mm变成163mm，那在宽度的部分从原本的76.7mm变成77.58mm，所以它的尺寸也从原本的6.7寸变成6.9寸。那重量的话就稍稍增加了4公克，从原本的221公克变成225公克。对，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机身的外观就变得更大一点点，但是重量跟厚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改变的。除了外观这几个更新之外，其实最大的突破是在这一次的边框。那这次iPhone 边框据说会是史上最窄，而且是所有手机里面最窄的边框。它的边框的粗细在 iPhone 16 Pro 的部分会变成剩下 1.2mm， 那在 iPhone 16 Pro Max 的话会只剩下 1.15mm。对，所以这个边框已经可以几乎接近是无边框的这种视觉体验了。对，但是这边也不禁让我担心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这种无边框的手机的话，我们其实手这样子一摸就很容易误触到荧幕的边缘。有时候我在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我手可能就不小心这样子压着，那影片它就会变成2倍速播放。对，所以不确定苹果能不能去改善这种不小心在边缘误触的这个情况，或是用一个设定去改变这个情况。那除了边框变成史上最窄之外呢，那这边也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荧幕亮度的部分。对，大家应该知道 ，iPhone 的荧幕在一般的模式之下已经可以达到1000尼特，又增加了20%亮度，可以高达1200尼特。那大家应该知道 S24 Ultra 他们也是用这种 OLED 的荧幕，那他们的代数叫做 M13，那苹果会直接跳过 M13的 OLED 的荧幕，会直接到 M14，所以它又是把它提升到业界最好最亮的这个荧幕亮度。那在外观的部分，刚刚讲过这些之外呢，那其实在未来钛合金的部分，它这边会变得更加亮面，对，那就比较像是我去年拿到模型机的这个样式。因为其实16跟16 Pro 如果都一样做雾面的话，其实我们在 iPhone 15系列可以看出它这样子就没有那种尊贵的体验跟感受，所以苹果有可能会再把这个钛合金磨得亮一点，那让它有一个差异化出现。对，但是这样子缺点就是会更容易沾指纹嘛，因为像我自己就觉得，这一代 iPhone 15 Pro 跟15 Pro Max 它的沾指纹程度不会这么严重，对，但是如果改成亮面之后，可能又会回到一样的情况了。那在最后一个外观第7个更新的话，就是它多了一个全新的颜色，叫做 Space Black， 就跟 iPad Pro 一样，它就是多了一个很接近黑色的这种深灰色。那晶片的部分刚刚就讲过了，那这次就是会采用 A18 Pro 的晶片，那 iPhone 16是 A18 的晶片，它的 RAM 的表现都会至少到8GB RAM 以上。那电池的部分当然一样，也是换成不锈钢电池，有石墨烯的散热。那这边也顺便跟大家更新一下它的电池的容量。对，那 iPhone 16 Pro 会从3274变成3577毫安时，那大概比前一代大了9%左右。那 iPhone 16 Pro Max 的话会从4422变成4747，那电池容量大概是大了7%左右。对，那目前计算起来总续航力应该会多10%，所以其实还不错。如果原本续航力大概10小时，它就可以变成11小时，甚至到12小时。对，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今年 iPhone 它电池的表现，在厚度没有改变情况之下，那电池的效能又再度提升了。
那再来就是讲到相机的部分啦，那相机的部分就是稍稍可惜了。对，经过我们的测量之后，不管是16 Pro 还是16 Pro Max，它的相机模组大小其实就是跟去年的15 Pro 跟15 Pro Max 一模一样。这次听到了我一个更新消息，就是 iPhone 16 Pro 的部分，它的望远镜头也会变成跟 iPhone 15 Pro Max 一样，具有5倍镜的这个功能。对，但是这边就是让我很好奇啊，因为你看我之前大家可以看我去年测试的影片，虽然有超广角1倍、2倍、5倍，但是因为它中间跳过了3倍镜，所以在3倍镜拍照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差。那 iPhone 16 Pro 换成5倍镜，那会不会又回到跟去年 iPhone 15 Pro Max 5倍镜一样的问题呢？就是从3倍到5倍那段拍照的画质真的是非常的差，所以这点是大家购买前可能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部分。对，那在16 Pro Max 的话，那它的模组应该就会跟15 Pro Max 一模一样。对，那这边目前有听到一个小传闻，就是它可能会结合 AI 的功能，那可以让它放大到30倍，那就类似三星 S23跟 S24 Ultra 的那种放大效果。那这个更新的话，就是待商榷。对，那 Apple 这次有说，会新增一个新的图层，那去防止这个鬼影的产生。对，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历代都有想要做这样的努力，但是我们拍照还是很容易拍出鬼影。那希望这一代是真的可以好好的改善。对，那其实更新就这样子就没了。对，所以其实这次我们从模型机的流出可以看到，其实 iPhone 16的全系列在外观啊，或是一些机构的更新，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多。顶多可以讲的一个亮点，可能就是电池跟散热的更新吧。但这个坦白说，对一个想换手机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电池的更新也是按照欧盟法规被动的去做更改，也未必是苹果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次的更新发现，硬体的更新真的是非常的少。但我相信苹果在这次也是非常有自信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A18这个制程晶片的下定量已经非常的高了。对，那苹果也预期这次会有一个非常大换机潮。对，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最可以期待的地方，其实是 Apple Intelligence， 它真的落地在这些装置上面。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拿到的 iPhone 16全系列的模型机以及手机壳所帮大家整理出来的更新啦。对，那你看完这部影片之后，那你会想要换 iPhone 16吗？因为它具有了 Apple Intelligence， 还是你会继续保持旧的 iPhone， 再观望下一代的 iPhone 17以及 iPhone 18呢？那都欢迎在留言底下告诉我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大家再见。